他头一次接客就遇到自己的亲生父亲，可他并没有与父亲相认，而是将父亲带进自己的专属房间，冷淡地关上房门。等完事之后，父亲才知道那竟是自己的女儿。羞耻、愤怒又绝望的他拿起左轮对准了脑袋，选择自尽。而这罪恶的根源都是他一手造成的。原来安吉尔是母亲和贵族少爷的私生女，在他8岁那年，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突然闯进他的生活。本以为父亲要带他回家并给他一个名字，可没想到父亲根本不在乎安吉尔，反而觉得他的存在让母亲失去了价值，便狠心抛弃母女俩，还把他们赶出庄园。在那个时候，一个没有家室的女人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并不容易，走投无路的母亲只能选择出卖灵魂。但上帝对他们并没有怜悯之心，没过多久母亲就染病离世。没有了母亲的保护，安吉尔就被一个男人卖到皇宫里，成了公爵的新宠。浓妆艳抹加上不符合这个年纪的穿着，让他褪去了一个孩子该有的纯真。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空洞，却又充满了对世俗的不屑和鄙夷。而那妙曼的身姿和绝美的容颜，让她成了所有男人仰望又人人可触及的风尘女子。他们只需要拿出足够的黄金，就能拥有安吉尔短暂的春宵一刻。有时候他也会厌倦而选择罢工，但换来的却是一顿没有伤痕的毒打。他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，也无法从地狱里脱身。直到这天，他遇到了那个改变自己一生的男人。只是一眼的瞬间，尼克就爱上了这个漂亮的女人。他像其他人一样付了钱，却没像其他人那样似狼似虎，而是温文尔雅地站在床边，告诉安吉尔他要娶她为妻。可安吉尔并没有将尼克的话放在心上，因为进来这里的每个男人都会这样说。殊不知尼克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。见尼克把时间都浪费在了聊天上，安吉尔就不耐烦将他赶了出来。All I ask for is one honest half hour. 5 minutes with me, you'd run like a devil. 尼克跟朋友说了自己的想法，朋友笑他愚不可及，因为没有人会傻到花钱娶一个风尘女子。可没想到尼克会如此固执。第二天，他付了双倍的价格再次走进安吉尔房间，但他依然只是聊聊天，什么也不做。尼克问他难道想一辈子困在这里，每天忍受那些花了钱就能任其摆布的酒鬼？听到这里，安吉尔显得有些不耐烦了。It's a nothing for you. Absolutely nothing. You're a dirt farmer. 安吉尔的拒绝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刃，狠狠划开尼克的自尊心。但同时，他也对尼克的话有所感触。他何尝不想离开这里，去找回那几乎触碰不到的自由？一夜的沉思过后，他鼓起勇气找到老板娘说辞，并且要回属于他的报酬。可安吉尔是这里最有价值的女人，他怎么会轻易放她离开呢？为了让安吉尔打消这个念头，老板娘立即下令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或许因为两人心灵相通，尼克也在睡梦中惊醒。他总有种莫名的担忧，便不顾一切冲进房门，却看到安吉尔满身伤痕地躺在床上。他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带安吉尔离开。尼克拿出身上所有的积蓄为他赎身，然后深情地向安吉尔求婚。Will you marry me? Though they found it hard to believe, I'll wear disguise forever. 尼克曾经无数次幻想着将安吉尔娶回家的画面，却唯独没想过竟然是以这种方式。第二天，安吉尔在鸡鸣声中醒来，就看到尼克为他烧了一夜的壁炉，还给他带来了过世妹妹的衣服，并告诉他自己不会把他当成婚姻的奴隶，让他安心的养好身体。临走时还放下母亲留给他的戒指。不久后，安吉尔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，可他并不想留在这里生活。也许是从小饱受命运摧残的缘故，他不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还未熟悉的尼克。他还是选择了逃离这里。回到家的尼克看到了留下的戒指，急忙快马加鞭追了过去。当安吉尔看到尼克的到来，瞬间激起了自我保护意识。他不相信尼克对自己没有任何企图，而尼克却只是默默地给了他水和饱满的衣服。You cut me open the night. That way's paradise. 19 more miles. Duchess of McGowan waiting for you at the end of the road. That way is home 1 mile downhill. Fire, food, and your husband. Your choice. 可以看得出来，尼克并没有恶意。他独特的关心让安吉尔内心慢慢放下戒备，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农场。看到安吉尔狼狈的样子，尼克不免有些心疼。他默默地递来早已准备好的食物，还烧一壶热水，为他洗去一天的疲累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格外温柔，体贴又细心的样子早已让安吉尔湿润了眼眶。之后平淡的生活里，尼克教他喂养家禽，教他种植蔬果，闲暇时就在湖边垂钓。安吉尔总是没有等待的耐心，却惹得尼克开怀大笑。他信誓旦旦的要帮尼克劈柴，结果笨手笨脚摔了一跤。夜幕降临，安吉尔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报尼克，却被尼克委婉的拒绝了。他想等到安吉尔真正爱上自己的时候，可此时是个成年人
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尼克那年轻旺盛的火苗早已燃遍全身，他只能找个借口离开，用冰凉的湖水浇去内心的狂躁。第二天早上，尼克带着安吉尔来到山顶看日出，温暖的阳光透过一层层白云，照亮了色彩斑斓的世界，就如同尼克想要给安吉尔的生活一样，充满了美丽且浪漫的气息。可安吉尔沉默了，因为他肮脏不堪的过往配不上尼克这样纯洁的爱情。这天，尼克的好友保罗突然来访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安吉尔，但他并没有当场揭穿他的身份，而是等到尼克去了马厩的时候，将安吉尔的过去告诉了尼克，并嘲讽他不该娶个垃圾为妻。他的话瞬间让尼克愤怒至极，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安吉尔，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这段感情，也无法阻止他和安吉尔在一起。 I don't care what you've done. See, I just want to build a life with you. I want to have children with you. Michael. A new beginning. With Emily. 其实有段时间，安吉尔曾经怀过一个孩子，但公爵为了让安吉尔继续帮他赚钱，就找人给他打掉，还给他做了一种永远无法怀孕的手术。尼克想要的，他根本给不了。第二天，趁尼克还没醒，安吉尔留下了戒指，请求前往小镇的保罗带上自己。可没想到保罗却让他用身体做交换，而铁了心要离开的安吉尔只能任其摆布。临近小镇的斜坡上，保罗就把安吉尔赶下马车，因为他怕安吉尔的存在让自己失了面子。回到小镇后，无事可做的安吉尔决定重操旧业，他还是像以前那样风光无限，只是眼神多了些许忧伤。而尼克也再次追了过来，把安吉尔带离这个风花雪月的场所。一路上谁都没有先开口，但尼克的表情却显得十分沉重。回去后又独自躲在马厩里哭泣，这让安吉尔更加愧疚。他拼命地用河水擦洗身体，比起内心里的自责，这点皮肉上的疼痛都不算什么。赶来的尼克为他披上外衣，温柔地安抚他，没事了。不管以前他是什么样子，尼克都会毫无保留地去爱他。安吉尔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比尼克还真心，只是曾经那肮脏不堪的过往让他无法原谅自己。突然有一天，他们有了新的邻居，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。看到尼克对孩子爱不释手的模样，安吉尔更加觉得愧对尼克。他跟尼克说出了自己不能怀孕的事实，而尼克却相信上帝会给他们创造奇迹。尼克越是无止境的包容，安吉尔越是感到愧疚。最终，他还是无法逾越自己的内心，给尼克留下了戒指和离别信，希望尼克能和邻居女孩一起建造美好的家庭。女孩劝尼克把安吉尔追回来，但这次他却放弃了。他尊重安吉尔做出的选择，而安吉尔去了很远的城市，他找到一份糕点师的工作，踏踏实实的过着忙碌又充实的生活。可店铺生意火爆的同时，也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公爵烧毁了安吉尔所在的店铺，然后把他给抓了起来。在公爵的房间里，他看到一个年幼的小女孩，就像儿时的自己一样，他们成了公爵发泄的工具。安吉尔只能无助地站在那里，听着隔壁女孩撕心裂肺的哀求声。这里挤满了各种达官贵族，他们举杯欢呼，一起等待今晚即将登台的头牌花魁。恍惚间，安吉尔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，他告诉安吉尔不要害怕，说出事实的真相。他鼓起勇气走了上去，目光变得无比坚定。Dude fancies little girls. He has two locked away upstairs right now. He abuses us until we do anything to survive. I was 8 years old when he bought me. I escaped when I was 17, but he found me and he forced me here. 眼看事情就此败露，公爵立即带走安吉尔。就在他准备行凶之时，藏在人群中的便衣及时赶到，而安吉尔则趁机救下2个女孩。众人看到这里果真藏了孩子，便给无恶不作的公爵判了绞刑。3年后的某一天，保罗偶然看到安吉尔走进一所学校，他在这里的后厨工作，没有了往日沉重的束缚，充实的生活让他显得十分轻松。保罗告诉安吉尔，尼克并没有和邻居家女孩结婚，而是一直等他。同时，保罗还向之前的行为向安吉尔道歉，但安吉尔早已释怀了，以前的种种过错与痛苦都已烟消云散。再三思索后，安吉尔还是鼓起勇气去追逐自己的爱与被爱。I can't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, but I am so sorry. I am so sorry for all the pain that I have caused you. 别再笑我，尽管有太多 Pain that brought us to this moment. 你要的自由，我还给你了。不久的将来，安吉尔和尼克也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们的爱打破了世俗的眼光，即使漫长的路途会夹带着痛苦和迷茫，都无法阻止2人心与心的交接，纯真到无关金钱，无关肉体。需要抉择，我们只是见过。没了我怎么了？我们既然只是过客，从陌生到熟悉，然后走到分离。